今天去市场里面花了2块钱买了一根大丝瓜，今天就用丝瓜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。先把头部和尾部去掉，然后再切成小段儿。先把丝瓜切成长条，分成4等份儿。最后想办法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以后收到碗里，放入1勺的食盐，用左手抓拌均匀，让丝瓜给它杀一下水分。再去小菜园里面挖半颗的胡萝卜，切成大厚片，再切成长条，最后给它切成小碎丁。再去小菜园里面薅上1根的大葱，切成葱花儿。切好以后收到碗里，准备1个大碗，打入2颗的笨鸡蛋，放1勺食盐留个底味儿，少许的白醋去腥，加入1大勺的温水，这样可以使炒出来的鸡蛋更加的蓬松暄软。用筷子给它打散，最后像这样的流线状就可以了。热锅里面倒入82年的食用油，油温烧至冒青烟以后倒入蛋液，用筷子快速的搅拌成鸡蛋花儿。喜欢吃老一点的可以再翻炒一会儿，喜欢吃嫩一点的现在就可以出锅了，放在碗里面备用。中途呢搅动一下丝瓜，使其均匀的沾上盐分。接下来和面，大碗里倒入400克的低筋面粉，加入1勺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倒入229克的生水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成这种面絮状以后，就可以把筷子去掉了。加入9克的食用油，用右手揉成面团儿，先在盆里揉成一个粗糙的面团儿，然后转移到案板上继续揉面5分钟左右，把面彻底的给它揉光滑。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放在案板上，扣上一个祖传的小碗，醒10分钟左右。丝瓜呢已经变得软趴趴的了，然后倒在漏网里面，把口给它收拢起来，用尽全力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挤出来。挤干水分以后放在大碗里面，倒入炒好的鸡蛋，切好的胡萝卜丁、葱花，加入1勺的谷氨酸钠、1勺的胡椒粉，少许十三香，1大勺的芝麻油增香，少许的熟油，2勺的食盐，顺时针给它搅拌均匀。面团醒过以后延展性就变得非常好，然后我们再给它揉搓一下，揉圆以后搓成长条，想办法加上大小不均的面剂，单个的面剂子想办法给它揉圆，最后给它揉成一个小圆饼，案板上撒点干面粉防粘，用擀面杖想办法擀成一张大饼。这个饼的薄厚度呢自由的掌握，大小呢跟电饼铛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擀好以后想办法从底部给它卷起来，放在电饼铛里面，稍微的给它整理一下，铺上提前做好的丝瓜馅料，继续擀第2张饼，铺在馅料上面，稍微的给它整理一下，再铺上1层馅料。这个呢是最后1张饼了，擀好以后给它卷起来。用这个方法做的馅料可以多层化，再摞上个3、5张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薄皮大馅儿吃起来非常的舒服。我一共擀了3张小饼，全部摞好以后，边缘处给它按压一下。电饼铛开火预热，预热好以后，在饼的表皮上喷点食用油锁住水分，开电饼铛的上盖，上下火烙3分钟左右。在碗里面打入1颗笨鸡蛋，先把蛋黄给它取出来，放在碗里，用刷子给它搅散。3分钟以后打开盖子，在饼的上面给它刷上1层蛋黄液，这样呢在颜色好看的同时也会更加的营养好吃。抹匀以后，在上面撒上1把黑白芝麻，点缀一下，再喷点生水，盖上盖子，再烙制2分钟，全程烙制5分钟。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！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，转文明火烙制3分钟。时间到，
打开盖子，用铲子按压边缘，立即回弹就是熟透了。我们想办法出锅，趁热放在案板上，盖上一个盘子给它压实，然后用小刀把边角料给它拿下来，改刀切成小块更方便食用。切好以后摆放在盘里。丝瓜不要炒着吃了，也不要炖着吃了，可以试试这样的新做法：薄皮大馅儿，馅料鲜香味美，馅料呢想吃多少就可以放多少。这样的饼子一次性可以多做几张，吃不完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，在吃的时候蒸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。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哦，辛苦一下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